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宠爱你？哦，谁将要宠爱你？我们来寻找那个人。好，这是今天的两张牌。好，你仔细看一下它的颜色跟配色了哈。反正记得最单纯的直觉哈，第一印象的选择比较重要。哦，好，那给你们一点时间。好，如果你还想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哈。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一号牌的朋友开始哦。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宠爱你？我们来慢慢的来把这个人的一些细节跟你们的关系慢慢的翻出来。哦，来，好，等等哈。好，等我一下。好，我们今天来慢慢说。好，来，先从第一个位置。权杖皇后，有的时候权杖皇后出现，通常你可以把它想象说，会在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哦，在一个好的时机之外，还会有好的能量同时进行，同时带来无限的正念哦。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在一个炙热的夏天日子里，突然下起了太阳雨，那一种清凉舒适的感觉，让你不会想远离这场雨。不太像之前只要下雨你就会撑伞避雨，这次你反而会想要去淋着雨。有的时候，权杖皇后出现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大致上，权杖皇后出现在爱情的提问里来说，我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惊爆点，有一个事件点要展开。可是有点小可惜的是，在我的牌正上面的牌位的位置，力量稍显不足，但是它还是存在，它这一份力量还是存在，所以我们要看它在这里出现的时候，它带来的另外一种深层的意义是什么。我会认为它讲的是将要有那一个事件点要出现，而且那一次的见面，那一次的撞击，你们两个能量的撞击会展开的那一个能量的爆发是很强。白话一点讲，就是你们爱情爆发的那一个点是激烈的，好，是热情的，是不冷淡的，是被强而有力的吸引力所吸住的。那它在这个位置的能量稍弱，它有一个寓意啦，也就是说，以远见未来性来说，他是有看到那个点，可是他为何要在这个牌位展现出来？他可能在锁住一些小秘密，或是在锁住一些小小的惊喜吧。他不想说太多，但是又忍不住的想要把这一个爆发的好事的那个点说出来。哦，没关系，我来呃翻一下，我来看一下这一个相遇的时候的能量的连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后，看看你跟这一个所带来的连续性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我想想翻来，好，好，看一下太阳，
仍然是非常炙热的能量了哈。然后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的撞击能量有超乎我在这张牌的预期，一样也是活水能量的撞击。那而且这股能量的撞击它有极高的善意。极高的善意的意思是说，你们在那一次能量的相遇，我们先姑且把它当成是你们第一次的相遇。它是一种无瑕的，有非常高的智慧在推崇。这个意思是说，你的直觉、跟你的判断、跟你的观察，各种容纳起来的一个答案，对于眼前的这个人有高评价。你在他身上没有看到很多的瑕疵，那些瑕疵没有会让你却步。所以这两张牌，我觉得它佐证了这张牌在底下那一个低语啦，那一个很想要说出来，然后又用一种隐晦的方式说出来。通常在这个牌位上说出了非常正能量的讯息的时候，我自己都其实是非常疑惑的。我疑惑着什么？我疑惑着为什么好的事情不能宣扬，好的事情不能大肆的赞颂出来。那可能它会超越我所以为的好，再更好，它会进入到一种极好。这个意思就是说，明明是一个很好的惊喜，为何要先说破？反正结论都已经是非常好的，那不如我们先隐藏一点点，不影响它的结论的发生。通常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你们相遇的那一个契合，应该会超乎我所感受到的。我该说它是一见钟情呢，还是一见倾心呢？我都认为没有那么浅，它应该还有更多的契合点哈。因为给的牌很好啦，这个热能哈，这个热能所带来的遇见的另外一个自我的讯息，它这里其实是有一个连结，它是在看说你们遇到的时候，是否达成了遇见的另外一个自我的条件。这里看起来是有，而且还遇见了另一个超越比自己，或是比自己更奔放、更强而有力能量的人的出现。他已经超越了所谓的照镜子或是反射自己的一种对等的自己的出现，它是更强烈的、更多的、更多余的，主要是这两个能量了。那，我觉得圣杯一带来了某种全心全然的视野，情感上的视野，它会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让你想要尝试，新奇的、好奇的、直觉上的确定，可以跟这个人往下试看看，可以跟这个人有点接近义无反顾的先试下去，先交往看看。好，记得哈，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能量的相冲突，我都会说他怎么样，你怎么样。可是通常我都没有这样子特别讲，我就直接讲说你怎么样。通常都是你们两个是并行的啦，对冲怎么讲平行的。你怎么觉得？他通常也是怎么觉得？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异。如果有，我等一下再另外的再点出来。好，目前从这个已经是比较弱的范围里，我得到的讯息就已经这么满了，可以更加期待后面了。那至于对于这边讯息锦上添花的这个，我把它当成是最后的礼物翻。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两者之间的那一个核心。通常我会最后翻，但我觉得可以先翻一下。战车牌。这里所带来的乘风破浪我们有时候是直接被它图像直接影响，看它给的字眼是什么。乘风破浪，我觉得在能量的行进
在这一个故事线的诠释上，更像是说明了期待已久，终于出现，好不容易，原来是这样哦。对于爱情上的诠释这样，那我对于原来是这样的这个点比较多的感觉是，它比较像是说牌面说，或是让你觉得，或是让他觉得说，原来是这样子的人最打动我。从这个点，我反而觉得你们的差异性出来了，因为他在某种不熟悉，他在某种很好奇，他在某一种很奇怪、很奇异的感觉里面，衍生出一种很健康的爱情能量，很健康的水能量。那我还是认为，原来如此，跟期待已久做选择，我还是比较偏向他说那个内在的能量，比较像是原来如此。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遇见他的时候，你跟他闲聊的时候，你会觉得，原来我自己有这一面，原来我向往那一面，而对方展现出来的那一面，是一种补足吗？是一种，它有一个打动你的瞬间。可是这个打动你的瞬间，很多的内在讯息不太像是补足，它还蛮像是某种你已经遗忘的愿望，突然有人正在实现中，然后你会觉得，哇，那些我已经遗忘很久，却很渴望的感觉，怎么回来了？然后那一份原来如此，更像是原来我以前就知道，很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爱情，期待什么样子的人。可是因为整个人生里面的爱情经历遇到了很多不顺、不对、不那么契合，于是我们在检讨自己，或是在检讨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做了很多的调整，渐渐的遗忘了你最初最 pure、最纯洁的直觉，其实早就已经选对了自己能够适应的爱情模式。它更像是一种到了某一个重要的端点，回头展望过去的时候，才发现以前的自己更加的清新，脑子更加的清晰，看的事情更清澈。哦，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啦。很多的过程里，你因为了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会浊掉，但这些浊的东西在身上，并不是让你变坏或变脏，而是让你多了更多的防备心。那这些防备心可能让你看事情就没有以前单纯的时候这么清晰。虽然以前的生存能力差，经验能力的应用差，可是看人更 pure，判断人没有那么多选择。哦，回到这份感情出现的时候，你突然这一个过往比较 pure 的心如明镜的感觉又跑出来了，然后又被唤醒了，所以才会有一种原来如此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来，你们的遇见的时候，会从一种陌生感突然转换成一种熟悉感。熟悉的感觉是你熟悉，用以前的自己去熟悉现在眼前的这个人啦，其实也算是一种回归，它也类似一种返璞归真啦。当你会开始意识到这一件事情，哦，那这个人的出现的好是什么？很轻松，很自在，很无拘无束，很可以做自己。然后原来你是长这样，原来你的心长这样，原来最像你自己的样子是长那样。他的确像一个镜子，你也像他的镜子这样。在于这一个对等的状况里，我看到了牌面的一个好趋势了哈。那至于现状，我们先等着看最远的。
最现状的，我们先等着看。我们先看你们两个中间的这个超然连接的瞬间哈，果然要出现了这个，这张牌果然诠释我刚刚说的原来如此，因为原来如此有一种非常理性判断的结论。好，那他从宝剑一告诉你说，他有一个全新的从头开始的理解，所以才很像所谓的原来如此说，哦，我找到了那一个起点，那一个原点了。这里确实也是印证了这一件事情。那我看看有什么路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从这里到这里，这里毕竟已经翻了嘛哈，我们再翻一张牌，我们来找看看你的内心之于灵魂的那一份觉醒的走向是怎么走的哈。来，我再翻这张。好，这张。哦，的确是爱情的觉醒哈。好，我刚刚在前面就已经说，我们现在可以把原来如此的这一个句子当成是一种核心。你核心内在发现，原来爱情长这样，这边说了。哦，这里连接了金星的能量，一种对未来，明确目标，走到那里获得胜利的这一个概念来说，它是以爱情为主。其实，这一个只是确定了我们前面的解答了。其实前面就已经说破了，你在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得到了某一种好像遗失已久的价值观。它确实很像你以前许愿、心里所期许的爱情的模样，怎么现在才出来？那它这个位置呼应了战车牌，都在讲什么？都在讲一个即将胜利的远方，而现在在那一个前往的道路上。这两张牌也算有呼应哦。呼应着什么？呼应着有一种置死地而后生，这个也呼应了我们刚说的是原来是这样。你不走到那里，你不知道这一个翻转，它也有一种早知如此。所以这个人的出现看似全新，可是却只是把一个你已经遗忘的内心的渴望已久却现在却遗忘的那个东西找回来而已。这个人的出现更像是一种，你会在内心有在想说，怎么不早一点出来？我等了你很久。可是要知道一点哦，我等了你很久，这一个跟原来如此是冲突的。因为你其实是在不知不觉的成长之中，才知道你现在在等的是这样子的人。记得我的听一下我的诠释，我说是这样子的人，而不是原来你在等他，因为你不知道是他，而是他带来了这样子的能量结构跟这样子的性格，成为你的镜子，成为你的另外一面出现，你才知道你的人生其实是在等他。从这里种种的顺序下来，得到一个结论是，他其实是你一个重新认识你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贵人。那他好吗？他一定是非常好的。他好在哪里？他会很理解你哦，他会看破、看透你的话中话，甚至他还有一个能力是，他能够感受到或猜测到你下一个的情绪，下一个的心事。在这里看起来他是全能的吗？我不认为。我认为优点是，你常常会有被理解的感觉，但缺点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被理解太多，而且会比你理解的更多。他甚至比你更理解你自己，因为他的角度主客观重叠，有一种双倍的能量。他看到你，他还能从你的位置看到你。好，所以我才一直说他很像是你的另外一个自己，你的镜子这样。那你也有这个能力这样反推看他吗？
如果硬要比较的话，我觉得你稍显弱了一点点。好，我觉得他的能量更像是他来找你，他发现你，他知道你需要他。虽然你们的背景各方面我觉得不同啦，但是那个契合度我觉得差不多对等。但是硬要比较的话，我觉得他再强一些。所以至于今天的题目，他会宠着你的点，是因为他知道怎么宠着你。那他是在这个过往之中慢慢学会宠着你吗？这点我看一下哦，觉醒啊，我觉得他是遇到你之后才知道的，可是节奏很快，速度很快哦。毕竟他这个能量，这一条能量，除了金星这些的话，其实也有蛮强的月亮能量啦。哈，也是因为他这一份连接里面有很强的月亮能量，他理解了，其实他的直觉强哦，他的直觉比较少的推敲性，他的直觉更多的是预知性，哦，预示性。所谓的预示性，比较像是说，你今天开一个门哈，你看到门把，你就知道是要去转它。你在开之前，你就知道要去转它。这个要知道要去转，这个就是所谓的预示性，它已经显示在他的脑海里，知道他要怎么做。这就是他看你的感觉。他没有太多的风能量去确定，反而风能量比较像是随后而来的。他已经知道要去转那个门把，然后只是他转了之后，他才确定说没错是要用转的才能够把门打开。所以我说风能量是随在后面的。那他跟你相处的时候的高度契合度就是这个点。好处是你会觉得很舒服，好处是你会觉得你好像都被照顾到，坏处是你会突然觉得你自己好没用，好像事情什么都不用做，都被人照顾完了，然后你会在未来相处上会很想要展现自己有用的那一面，其实不必要，因为他也没有特别在乎。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缺点，但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非常舒服，你终于等到这样子的爱情状况了。哦，其实这里我觉得蛮多很好的牌，有揭示出这份能量其实往你这里走来花了蛮长的时间啦。哦，好，那我们再从比较近的现实的能量来看一下现在的状况，你们两个的能量，这里我们就要翻他在哪？他在附近吗？你们已经认识吗？这些我们把它翻一下，好，翻看看。如果以月亮牌来说，我想说远，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这组牌哈，我先翻了这个，我一开始觉得说他还没到，他还在走来的路上。然后，可是如果我后来才翻这里，我会觉得他应该已经走到附近了，因为我有发现他已经看到你了。这样，那反过来到这里才看到月亮牌，我会说刚出现，现在心内心的距离，才在开始拉近。我不能说很远，我只能说才在开始拉近。所以，我们这边说的这个契合跟这整个发展，是接下来你跟他的关系要慢慢发展下去的。我看一下哈，我用2张牌来确定现在关系。我觉得这个现在确定这个关系这一点还蛮重要的。我用这一个。2张，我来翻2张距离比较远的牌哈。那我洗一洗茶，好，就头尾，又是恋人牌。6，已经出现了耶，而且
他有一个，他已经出现了，然后你们已经有不错的交流对谈。记得他有一个特色，你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先定义一下，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你近期这几个月认识的新朋友，或是我觉得是新朋友。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它有两种概念。新朋友一种全新的朋友出现，还有一种是最近突然你跟他比较多话了，这两种都有可能。但是新朋友的比例比较高，然后你近期这几个月跟他讲话的时候，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这个豁然开朗的点有包括你跟他的关系突然变近了，你突然听得懂他的话的内容。还有一个特点非常重要的是，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总有一种学到很多的感觉，打开了很多的视野，还有收获很多，帮助你很多。那这个不等于你觉得他这个人很聪明，不等于你才发现说原来这个人懂这么多，不是这个角度，是要反过来是你的收获感突然倍增，跟这个人聊天的时候，然后你跟他的亲近关系突然变得很近，这样。那当你们之间开始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我先说，先不包括你，我只能说，在他的心里，他已经有恋爱的感觉，他已经有发现你们的关系比较不一样，然后会开始发展出这里。从那一次开始，这个火水能量就开始爆发了啦。我觉得我讲的比较保守，我的保守的点在于你这边可能没有那么激烈的感情，可是我们要回推这里，我觉得要有哦。他并不是只是觉得，或是你觉得，你突然觉得这个人给你好多困扰上的解方，帮你开解非常多的事情，或是很多智慧，是跟他讲话很多收获。除了这点之外，其实你心底应该有某种新的爱恋要起来了，因为毕竟恋人牌出现两次，风吹起来了，急速的风吹起来，它在吹起那一个关于恋爱的感觉，有吹起来哦。好，那如果你觉得没那么明显，我觉得在这里它是被收藏在、隐藏在那一份我刚刚说的，你突然很喜欢跟他讲话，你突然觉得跟他讲话收获很多的这个感受里面，他会去打开。好，我得到一个瞬间讯息是，他会去把这一个东西打开。打开什么？打开告诉你说，其实你们的感觉已经有点不同。好，那回到月亮牌所给的讯息，我只能说他在某一个角度正在整理你们之间的新的感觉，他正在体会、理解，我觉得不是理解，他正在感受，那是不是爱情？是啦，是爱情啦，因为两个恋人牌已经把这风吹得很扎实了，虽然很快，但是那一阵风强而有力，吹起了你们心底那一份要有爱情的东西出来。那加上我前面觉得他往你这边的能量是偏强的，他的主动性会偏高，会加强，会变多哈。我看一下，好，这张牌在这个位置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牌要跟它做连接哈。这边还有一个，那我再翻一张牌看一下。我看一下，它就会成为某一个三角形的连接。我看一下，好，这里连到这里去，好，看到了这一个三角。
慢慢的，他心里对于这份爱情产生的困惑就会得到解答，可是比较慢。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会从慢慢的跟你相处，所以他会慢慢的接近你，他会有更多的跟你的接近，他甚至会邀请你，会约你自己跟他一起去逛街，去做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情，比较不像约会，他会比较想要跟你累积更多的相处内容，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洗刷他内在对于这是不是一份新恋情展开的疑惑，他会慢慢的去无存菁的找到答案来，我确定知道自己对你是那份爱情的喜欢。也因为前面这些已经被翻开的强烈的火能量，它其实很难慢慢来，它会变得很积极，比较我觉得他不会被动，他会蛮主动的要去出现在你身边，因为他有点忍不住想要知道跟你相处的情况会怎么样。那可是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在这之中，他仍然是有点害怕这么快，或是只是想要跟你成为恋人，这么单纯的一种欲望、渴望来去跟你累积关系，跟你培养关系、培养感情。他的疑惑点在于，他更喜欢跟你相处起来有一种很舒服的生活感。那如果这么快就走到爱情，这么唐突的去问你要不要在一起，会不会破坏了本来只跟你做朋友慢慢累积的那些精致的、细腻的很多生活上的小幸福、小确幸呢？他心里有这个挣扎，可是他心里又觉得，因为很强的风能量在推动他，心里又觉得直接去确定成为恋人更扎实，所以他在两种不同扎实的定义里面在做挣扎啦。第一种扎实是有点日久生情，或是培养出好的相处模式之后再告白，这种扎实。另外一种扎实是不如直接确定关系，直接在爱情关系里培养两个人的感情。他认为都很扎实，可是他现在就有一种内心在打仗，不太确定哪一个比较好。而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先靠近你，先让你们的相处的频率跟次数增加。先，我为何说他现在只能思考到这里？因为他的风能量不够高级，风能量还在比较幼儿阶段，所以他还没办法想得这么透彻，所以他还是比较属于一种走一步看一步学一步的概念。好，那这是现在你们的现况了，应该要有这个现况了，不然我觉得这个能量没有地方去流动，哦，没有地方去流动。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这已经是一个新的世界、新的阶段了，新的一步了。当你们遇见，当你们接触到能量的流动，接触就已经直接是新的篇章了。这里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而且是一种侵入性的。它是一种带来一种全新的大改变的加分的，虽然有点恼人，有点辛苦，有点不适应，可是它各方面都是加分的。看长远，白话一点就是讲说，这个人的突如其来的出现，对你的改变，对你的影响其实蛮大的。可是他并不会在第一时间立刻让你知道说这是爱情，但是他总有一个很强的能量，这边就已经说了，在推你们两个，好像突然要变得很紧密，好像要突然变得好像很有感情，很有好情绪，相处的时候都有一种很好的正念情绪，舒服，想要去讲更多的事情，想要把自己内心的疑惑讲出来，因为对方能解答，你也可以解答他，只是多少的问题啦，多跟少的问题。好，到这里其实已经看得出来，为什么
以今天的题目，他将要宠着你，我会选到他了，因为我觉得他在你身上看到很多的对于未来会多好，你们在一起之后会变得多好的好奇心，在他心里已经慢慢的发芽起来了。哦，所以我来看看哈，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光是两个人的合适度，还有整个这个人的内在品质各方面，还有你们现在的现况，其实大部分都已经看到了。好，那我们来多翻3张牌来看一下这个人的本质哈，因为毕竟我们刚刚前面说，其实你们两个还是有所差异啦。那我们直接3张牌来看一下他的本质，看看有没有发现出什么别的。哦，好，都还算是不错的牌哈，没有什么太刁钻的。好吧，3张很统一哦，都是一个，他并没有翻出跟前面非常矛盾的牌，还是说得出来这一个人的直觉很强哦，然后是一个擅长看得到未来发展趋势的人，而且他也很有勇气，就跟现在这样，他想要接近你哈，他也很有勇气的，愿意去一步一步的承受挑战，一步一步的面对挑战。他是一个适应力蛮强的人啦，然后未来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你不会觉得无聊哦，他有蛮多意想不到的有趣的东西。那这边也说了，他能够洞悉，前面已经说了，他能够洞悉你内心很多的东西，甚至比你在更快。这边也说了哦，如果要硬说缺点的话，我觉得太细腻哦，你可能未来相处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会有点觉得太过敏感哦，但是有的时候这份敏感要善用哦。善用一个人的敏感，就是说有一些人非常敏感，他可能会话比较多，他可能对很多事情都很有感觉。如何善用？就是你自己练习着倾听，会听到什么？会听到很多你没有听过的东西。那倾听的时候有一个诀窍，倾听不包含你一定要理解，你要告诉自己说：我先听，我的身体、身心灵内在会慢慢消化出我该知道的答案。哦，如果对方问你懂不懂，你就很坦然的说：我还在理解中，我还在感觉中。他不会追着问的，尤其这种心思细腻敏感的人，他会懂这一面的。所以记得我说要善用这种敏感的人，因为有一天你也会有一些感受，你需要询问，你希望这种很敏感的人帮你找到你无法看到的视角。哦，这个就是这个人的特色。那摆脱掉这个方言，只能说最简单，你会觉得遇到一个很贴心的人，好像有很多东西，尤其是心情上的东西，他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还被保护好了。哦，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朋友，我觉得这组算是难得的好牌组哦，很顺，没有什么很刁难的讯号，让我觉得需要花很大的心力去找到好的路走。没有，这都还蛮顺的，你可以期待一下。那以距离跟现况来说，他应该出现了啦，他已经在附近了，他已经对你有感觉了，哈，他应该有一些重要的行动了。好，你感觉一下，他应该就在附近，哈。好，那就这样哈，那好，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宠着你哈？我们一样来看一下这个人的各种能量的讯息，然后资讯往哪里走哈。来，我来选一下我用的牌，用这组好了哈。好，5张哈。好，这里先有牌，来看一下。
一样，我们都是从讯号最弱的位置先看哈。水能量，水能量一开始就出来了。爱情的牌哈，爱情的提问，水能量要尽量出现了。因为水能量的出现会带来很多直觉上的确定。我会把它当成是一种你主动上、你的意识上，它是一个直觉上的确定。那你心态上、内在直觉上的确定很强烈的话，通常都错不了哦。有的时候要把你的观察，要把你的判断置于你的直觉后面。不要让你太多的生命、生活、生存上的训练去干涉你直觉第一时间的声音，或是压小、减弱你直觉上的声音，因为直觉它虽然很像是某种独断、武断，还有它也很像是未经整理过的情绪。可是你要相信你的灵性，尤其是我们来看占卜，我们灵性直觉这个部分要更强壮一点。它也带来了某一种生命之树2号智慧天王星那个位置整合出来的某一种很高等的智慧，那个智慧包含你的智慧之外，还有智能、智力，还有经验。那这些都不是只是你自己的，它也包括宇宙的、你周围能量的整合，它会变成一种很强烈的直觉。只是它不一定会在你耳边或心里出现的时候，顺便附带一句提醒你说，这是一句直觉哦。它不会，我们要训练的是捕捉它了。如何习惯去听它、捕捉它、应用它、使用它。所以我才说，在爱情上，这一份直觉其实非常常出现在你遇见对的人、适合的人、能量接近的人的初期，一开始就会有了。只是我们时常把生存、生命、生活的经验放得比较大，拿来去评断、打分数，忘了相信在感情上，其实直觉比较重要。好，后面我们都可以再来用相处啊、生活去修正了。那回到今天这题，一开始就已经是圣杯国王，至少水能量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是受控的，可以整理的，方向是确定的。你跟这个人的相遇，跟你们现在的关系上，我觉得是，就像刚说的，是整理过的，是可以进行的。那硬是要讲这个位置的缺点，我会认为它少了蛮多冲动，它还是有介入非常多对于情绪稳定的要求，有好有坏。坏在可能你看准了某种需要行动或表白的时刻，他也是了哈，他看准了某种需要表达的时刻，可是因为土能量的介入，一种自制力的介入，它就变得比较缓慢，会变成本来在 A 点，我们是要照顺序的话，有 A、B、C、D 点嘛。本来在 A 点的时候，水能量这更多的奔放，它就会表达对你的爱意，你对他表达对他的好感。可是因为土能量的介入，它变成是一种有局限性的，它变成是一种有容器的方形的碗、方形的杯子装了这水能量，它有克制，所以它可能变成到 B、C、D 的时间点才会做，那它就变成一种拖慢。虽然它维持了某种稳定，但它拖慢了，那它的坏处会变成是错过了很多极致浪漫的瞬间啦。所以我才说有好有坏，好是稳定的，坏就是如果追求非常更高度的浪漫主义的人，就会错过了一些很美好的时刻。总结还是一张好牌，毕竟水能量是丰沛的。来，我们再为这张牌做2张延伸哈，我看一下，看一下哦。
两张延伸，我倒不如看一下这份连结哈。好 ，OK， 也是出现稳定牌号，蛮符合原本。我看一下为何要这么多的。看来啦，你们的情感，你们的相遇，会在慢慢的生活跟相处之间累积出非常好的默契。你们的相遇跟相爱不算是一开始就爆发性，但我必须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一份好感，会升值在你们的关系里面，而你们两个会有某种默契，觉得这份关系好像已经看到了，这份关系的未来性好像已经看到了，但是还是要相处看看为主。你们一开始是设定这样子的题目，这样子的走向，还是要相处看看才知道。你们会这样想，但也没有错过，反而会照着你们去找到佐证的节奏，一步一步的确定这个人真的是对的人，安全的哦。那惊喜偏少，但是稳定的舒适感有不断的累积，而且每一次的相处，每一次的约会，都能创造出新的、不同的、更进阶的感情。哦，你们的情感建立在不错的土能量，像农地一样，像好的可以种出好的树跟好的花朵的有施肥的土壤上。那这个定义是什么？慢，不会很快，但是都会在对的时机给予你们两个好的收获。哦，那至于整个牌阵的位置在这里，缺点或弱点就是它已经偏慢了，讯息还小，所以你们的关系成长速度快不起来。哦，它需要有很多的佐证。刚刚说的所谓的佐证就是事件，好，纪念日、庆祝，特别的地方、特别的餐厅、特别的聚会、特别的对话，要很多的事件拼图拼凑出你们感情的厚实度。那你会说感情不就是这样吗？都是要这样子？没有哦，有些人他们只要在一起，烽火能量特别强，他们的相处会因为有非常多的变化性、非常多的冒险性、非常多的随机性，而培养出那种刺激、有快感的感情。你们的是另外一种，你们要在更多的稳定、更多的信任、更多的小拼图、小细节、小积木去堆起，一步一步厚实的，可在乎的、有具体感受、有具体情绪的一份感情，是不太一样的哦。你们的状况会更多的是需要能回味的，是更多能被有记忆点的这样子的感情的累积，而不是瞬间的当下的感觉，而容易被遗忘的，容易被淡忘的，不太一样哈。你们这组是这样，希望你听得懂哈。来，至于这点，好像核心的概念已经有出现哦，继续翻哈。哦，这个人所带来的某种，该说是心意嘛，新的旅程。这个点如果出现了与人，让我看一下，我思考一下，因为他有做了蛮多的连接哈，我在想说，我应该要给你一样什么样子的讯息。好，我先单就愚人牌来说了哈，这个人会带来，我们就剔除稳定这里哈，他带来了某种新的生活方式。你跟他的相处会在已经理解的架构
跟生活方式里，会慢慢创造出更进阶，然后更多细节变化的。我们就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买家具好了。买家具，你跟他可能有类似的品味，你们喜欢差不多轮廓的家具，你们连摆设、功能性这方面都很接近。但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突然间会想要多做一些新的尝试。因为你们的土能量偏多，其中的乏味感也会成倍的累积出来。所谓的乏味感是，我觉得人跟人的关系跟空气的流动，它不会只有土能量，它终究还是有风能量跟火能量的小小的搭配。那稳定到了某一种饱和度之后，就会想要有所变化。那你们两个相处之后的一个核心的状态是，它会让你们两个有所进阶到会在原本安全的范围里面找出新意或升级。所以可能挑家具的话，会挑更贵的、更多细节的、更多容量的、更多颜色，或是更大，或是品质再好一些。当你们两个相处之后，这个眼界会打开，因为你们想要追求新的讨论内容。好，就像可能会开始觉得 IKEA 的过于保守，差不多是这样。你们想要更进阶想要材质再更高级一点，可能衣橱的稳定性要再更高，滑顺度要再更高，然后里面能容纳的东西变化要能更多，然后你会开始意识到，这样子的主题在你们的生活里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浪漫感受。那这份信任稳定，就像我刚前面讲的这个累积出来的一块块小拼图，它进阶了，它能拼出更大的拼图那你们的关系里，你们会开始尝试一些冒险性，就是去看看没有去看过的新家具的品牌，或是厨房的设备，或是卫浴的设备，甚至洗衣机，可能会想说要去看看比较新功能的，只是去逛逛也 OK。你们会打开你们原本对于生活的视野，好，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啦。你要去把它推算到你们生活各种别的，原本可能只是对喝咖啡有兴趣，就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想要突然开窍，或是进阶，想要知道说更多咖啡的种类，喝不同，尝试不同的咖啡，这变成是你们生活的一种新的乐趣了。然后你们也能够找到其中的新的话题也有可能像买鞋原本你们具有类似的品味，可是对于鞋的品味突然才发现其实是雷同的、类似的，或是能互相理解喜欢的衣着打扮的方向然后你们会更进阶，想要再去更好的品牌，去了解更高阶一层的衣物，差不多是这样为何我会这么说？因为这一组土能量真的是偏强，它所有的浪漫值，所有的水能量，那一个相处起来的甜蜜，都默默的在生活里面看似平凡的交谈里面累积出来。它不一定会因为你们做的事情去影响你们太多。譬如说去看展览，你们就只是闲情逸致的去看展览，可是在这份展览行走观看的对话里，艺术不重要，而是你们的对话跟同步一起去看的这个眼光，让你们觉得生活感、生活的味道很重，而且是只有你们两个的节奏里，跟家人、跟朋友没办法建立起来的一种默契、一种逻辑。这是愚人牌在这边带来的一个什么东西变数，跟多元和求新意的状态。那不能遗忘的是，愚人牌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容易被遗忘的特点，叫做
先人前人的智慧，我都会把它当成是这份创新的基底，是之前的经验、之前的智慧，它不是随机的，它是合理的、有逻辑的去创新，所以我才会说，在这份关系里面的生活感会有一种新的升级。这是第二组的朋友非常享受的一个部分了。来，我们再来看，其实这个牌要翻的那一份超然的连结已经有讲到，我再看一下深入一点这个牌就会比较反向。我的第一个直觉会觉得，他把你们一些个人的偏好变成你们共同的话题。就像我刚刚讲的，又是土它完全没有偏离土能量你们可能个人有一些很特别的小兴趣，我们就想喜欢的歌好了歌星曲风，原本是你自己一个人独享的，没料到分享给这个人的时候，他竟然能够 catch 到，他能够理解到，他也许 catch 不到，但他想理解。为何会有这个状态？因为你们非常非常有点沉醉于去讨论很多小事情，所以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有一些个人的私密的东西拿出来分享的时候，结果会被接住，能够被讨论，能够产生兴趣。即便原本没兴趣的两个人，都会互相去更多的理解，因为你们的相处已经有一点点发现彼此能给彼此某些可理解的惊喜，听得懂，或是听一下能听得进去。你们的话题会在很多新的求异的新颖的创造里，还能够互相被跟随。白话一点就是，你们能够天马行空的聊天，那彼此都会督促自己看看有没有办法找到有兴趣的点。那这份基础点是在于土能量所给予你们对于生活感、交谈、互动、互相互助、生活在一起的这个概念做基底，让你们有那一个能量，愿意去融入彼此。所以无论新的话题、新的小乐趣、新的小兴趣、一些私密的想法、各种特别的小兴趣，或是太小众的东西，里面都愿意拿出来说。好，那这个东西让你们变得非常近，靠近的近。那这份近带来了非常厚重的、厚实的什么信任感。到了后来，你们之间会有一点点害怕，没有一起去再看看这世界还有什么，你们会有这种感觉你们会有一点点沉醉于对于这个世界的东西的好奇心，然后这个好奇心会驱使于你们去看、去碰、去接触。就像我刚刚讲的咖啡的这东西，原本在你们自己的世界里，只是随便喝喝、随便感受一下，然后他会因为你们两个一起会想要看更多，它会成为你们浪漫的话题。好，从这个点去开发出各种完全不一样的。那这组会有一个小缺点，因为目前没有火能量，水能量也在这个位置，虽然丰沛，但是是打折的。你们相处起来，大部分的时间会太像超级好朋友但你们也不介意。只是我担心的是，当心情低落，希望有情绪被接住的时候，两人是否能够好好的接住，能够用比较敏感、细腻的水能量接住，这点目前没有看到很有把握的地方。但解方是，即便没接住，你们还是有在高度的稳定关系里，可以花时间去理解
更深一层的，跟生活无关、跟这些细腻无关的那一种，只是纯粹情绪的东西。目前这就是你们这关系里面比较薄弱的啦，就是对于心底的真正的声音无法推敲、无法猜测、无法预知。但没有关系，至少关系你们的生活关系上、生活模组上，即便没有那么多的心事交换，也不会影响太多，只是会稍显某些想被理解的心事跟情绪没那么被理解的小小寂寞啦。但长久下来，没有一定要被理解，你会在别的情况下被理解，如看影集、听别人的故事、听歌的部分，你会发现这也算是一种被理解，而不会只执着于要被相爱的人理解这件事，你会更开阔记得这个还蛮重要的被理解不是只局限在你在乎的人理解，他有很多东西可以理解你，电影、影集、故事、歌都能，你只要觉得不是孤单的，那就是一种被理解。不需要那么执着于是被特定人士理解，好吗？好，来，那至于这点，我想再翻2张牌去展开一下，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它有2个东西可以让我看一下哈。你们2个之间应该有一些特别的连结，让你们在某种类似水能量啦，虽然不是水能量的地方觉醒，觉醒了什么让你们拴在一起哈？看一下，都还是一些，我看一下是不是？你们2个有很雷同的、类似的对于未来幸福的向往，这一点也牵动了你们在往未来的路上走的一种默契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里又出现一次，2张牌都是金币5的确那个缺点还是在就是心底的秘密的这个部分。这里又翻开来，我觉得要说，这边给的提示，我给2号牌的朋友讲一下哈。如果你心底有很多特别的感受，你都只能自己一个人独自度过或独享，那你想讲给这个在一起的人听，你发现他没有那么多的理解，然后你就有点退步不跟他讲，或是你觉得你自己感受就好了的时候，有一个小方法，你无所求回应的去说就好了。所谓无所求回应的去说是什么意思？就是不需要期待对方有任何你预设好的回应，你只要去分享去说就好了。这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无法掌握的是对方什么时候消化，或是要花多少时间消化你的分享。有的时候我们太急躁于对方要立刻给予回馈回应，所以在我们的期待下，回应会变得不好或是不够。但是其实在不同的人格特质上来说，尤其你们这一组对于水能量、直觉、情绪的理解速度都偏慢，吸收的偏慢，所以尽情的去分享你心底所说的声音就好。因为你可能会在一个梦境，或他在一个梦境，或是在工作时听别人的故事，跟朋友聊天时，才突然消化了你这个时候说的话。那消化了就好了，不需要任何回应。你会在其他的相处中发现你们之间有被滋润。为何要这样说？因为你们这组水土能量很强，可是它是一个干的土吗？它是盆栽里面干的土吗？不是，它仍然有保湿、有湿润，这土是有。可是这个水吸收的快吗？吸收的慢。它成为营养、成为成长的营养，速度快吗？是慢的。但是它有吗？它有。所以从这里要说的是，
如果你内在真的有很想说的话，你就说，但记得说的时机，对方有听就好了，这样就好了。所以你也可以鼓励对方，尽量的想说，就直接说。我们互相不期待有什么好的回应，但是可以成为是很好的耳朵，有人听，不要埋藏在心里。这种互动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就像那个盆栽的水一样，你看起来干，可是其实里面是湿润的，它是有在消化、有在吸收的，只是时间或是呈现出来的结果不会那么彰显，不会那么外在，不会那么表面啦。哦，但这件事情的好处在于，至少有说有传达。你要相信你说出来的力量，好，真诚的说出来。我相信在你们两个土能量这么强的稳定跟信任上，都听得到啦，只是反应的回应的时间。哦，好，那这里的一些超然连接跟内在的东西讲完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实，你现在跟他的状况跟他的距离。哦，今天好特别哦！今天两组牌在这一张都是拍翻到月亮牌，我来想一下它的差异。通常以现况来说，我要来确定你们两个现在的距离跟关系的时候，出现月亮牌，我都会觉得都是不确定。那这份不确定是建立在已认识还是还没认识呢？我觉得不确定的关系是已出现。只是有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来看后面的关系整合哈。以后面的推论往前推，你们不会在第一时间就发现对彼此的好感是往爱情的方向走，但是以现在看得出来，前几次的认识跟相处，对对方是没什么防备心的，而且相处起来是循规蹈矩的、有秩序的。好。能够按部就班的聊天，聊一些正常的事情，但是没有特别强烈的火花。但你们还会有更多的互动了哈。这边是处在某种进行式哈。那我看一下，我来看一下月亮能量附近还有什么，有一些能量哈，还有一些时间就是那你们附近确实是有一些塔牌能量，一些世界牌、土星、木星能量都还在旁边转哈。只能说啦，你跟他现在算是已经认识，但是整个爱情故事的篇章可能还在续篇中。然后在续篇中在干嘛？建立场景，建立附近的人际关系，认识彼此的朋友。然后把两个人可能会在固定时间见面的空间或什么都还在确定中，所以你们的爱情故事应该才刚开始走到刚开始哈，因为世界牌才刚开始有一点点的能量在出来而已，我觉得它没有太多哦，所以以现实来说，它是以一个蛮淡的角色出现在你生活里面。就你们两个其实还没有产生非常强而有力的印象，即便我们这边未来在慢慢相处中，你们的契合度还蛮高的土能量，可是现在的开端好像还需要再累积更多，有比较多次的见面哈。因为这里我觉得他到这里算是没衔接，至于没衔接的话，直接翻一张，我看一下现在的这个状态。哦，还没有对的话题出现哈，所以应该也差不多，你们要差不多能够对话到有契合话题的时候了啦。没有特别说工作上，但是工作上的画面我觉得还蛮多的，但我没有直接确定他是工作上的人，我觉得他是你现在生活里面出现频率还蛮高的人，然后你们现在对话都还蛮淡的，都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对话，然后开始有到某个人心情有比较低落的时候，似乎能展开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话题的时候，两个人的存在感才会出现。那我不得不否认，这个人在工作场合出现的机会蛮高的，
但我又不想把他给的土能量归类在是工作上，因为其实他没有往那个方向走。但基于我觉得你们互动的频率有点偏高来说，我觉得在工作场合遇到的机会也比较高，除非你每个周末或是一有空下班都会去跟朋友见面，然后他的重复出现率也很高，这样或是你常常跟固定的人一起出去，他重复出现率也很高，他才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状况。但平常的话，可能就是工作的对话。那但是我必须说，它并不是集中在一个月内你们很常遇到，我觉得它有时候就是半年，它出现的频率偏高这样，然后你们接下来的一些互动就会产生一些比较重要的印象，你们会有共同的话题，会有想要继续延伸的话题，所以你们每次见面的时候都会有你们讲话的模组。坦白说，就是举例来说，不是坦白说，举例来说，就你们见面的时候可能都在讲，我本来讲说要去家具，好了，我们就回到前面的话题，是每聊天的时候都会对于新的生活的物品、家具、家电或是鞋子、衣着这些物品的东西很有话题。很有感觉，所以你们每次见面的时候都会比较想往这个方向聊。他会在某一次你们开始聊这个的时候，产生两个人的存在感的定义。所以你们两个见面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可以跟这个多聊这个，然后其实主题不重要，而是你们的默契开始连接出来。他还是要回归到一些土能量，所谓的细枝微末节的小事情上去建立起来。但是现在好像那一个题目还没有出来。好，最多的好就是，我觉得互动的频率会渐渐变多了。那我想要产生这一个你们的共同语言的机会也偏高，只是不是现在，还要再等一下。因为圣杯六讲的是还在路上他讲的那一个我想要的那一个创造你们两个重要连接的那一个东西，对我的提问给的是这个，我觉得他就是还在路上，还没有开始哈。但我还是觉得讯息不足，我仍然可以对这来补。好，来我再看两张。如果他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分支的话，那就先讲。因为今天这组看到的未来性比较多，主要是我翻的方式了。以现实面来说，我看一下人生，还在路上，确实都还在路上。两张牌都只是在具体化，这张给的还在路上了，确实还在路上。那话题还没打开哈，你看都已经是金币1了，还在组合中。那你们对彼此的存在感也是有在路上，但还在路上。你要记得哈，我说还在路上的优点在于走在了那个路上了。他不是还在寻找，他至少是走在那路上了。白话一点讲，就是再等一下，你们的关系上的那个存在感，再等一下才会建立起来。好，那这个人选，我觉得他还没有很明确的浮现出来了，所以你还是尽情的跟你周遭的人比较和睦的相处，怅然的聊很多你关心的事情就对了。因为他这个连接还没有出现，也代表对方也还没有特别感觉到你的重要也是一样的事情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比较正面能量的讯息怎么给。给这么强哦。好啦，如果他一次出太阳牌的话，可以直接下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除了时间跟整个故事线，也许真的是在这份爱情故事里的续篇而已，也许。但是后面的后事看涨。除了这边说的是相处起来各方面都是非常稳定的，而且很找到很多很细节的小故事之外，它很像一个长篇小说，所有的相处里面的小乐趣、小故事，它都把它写出来。这就是你们的稳定的关系。那在走得更远、在更遥望的地方出现太阳牌，告诉说持续力很好它是一个本来就在绝对乐观的牌阵里面，又出现这么乐观的牌。统一起来一个结论就是值得期待，
而且它是一个很没什么负能量的爱情故事，只能这么说。所以唯一我觉得比较难的、比较有负能量的是前期。第一，最早你们怎么在某一个重要的话题里面找到彼此？第二，当你们找到彼此之后，如何拉近距离？如何拉近距离？这一切哈，虽然我说后面我觉得你们的相处上各方面有一种突飞猛进的感觉，可是前期配合着整个纵观来看的节奏感来说，只单看前期，成长的节奏的确是偏慢啦。成长的节奏的确是偏慢，难怪后面要突飞猛进了，因为他有一种开窍的感觉，好像突然发现我们发现彼此的好怎么这么慢，他是有这样子的讯息了。后面关系后面是明朗的，所谓的后面是开始发现彼此的重要，然后到确定关系或是有告白想要在一起，这后面我觉得这后半都是比较明朗的。你们在感情上，这对彼此的观感上有某一种新的进阶开窍，我就把它当成开窍醒了，所以你们对彼此的信任跟相处的舒适感就都打开了。后面是这样，但是前面它比较像是一团迷雾。主要是什么？前面是不是说那一份水能量偏低？所以，即便爱情能量、水能量出来了，对彼此的好感出来的时候，你们都很难确定那一个直觉就在眼前，就是这个人了。这种确定在你们两个人之间非常难啦，你们要很多的佐证，这就是水能量低的小问题。那难得有水能量出来，然后可是却出在非常务实的位置，然后又出在一种形容为非常不安、非常未知的派意上面。那这份水能量就没有任何帮助于你的直觉来判断，眼前这个人就是未来可以跟你发展顺利的那一个人了。所以有的时候前面已经发现了那一个缺陷，的确也影响了初期的状况。好，那能改善吗？我觉得没有需要改善，你就接受它，因为它也有它的优点。它的缺点虽然在于发现彼此的心意、彼此的心思、彼此内在的隐藏情绪的能力偏弱，但它也代表了你们的关系不太受情绪影响，很多事情都是和谐的，能讨论的，能一起计划的。好，内心是比较坦然、比较开阔的，什么变化都能够接到。还有一件事是，这组牌的风能量非常少，所以你们关系的风险度、分开、破裂、造成麻烦的风险度非常低，一步一步都是往着极致的稳定去发展下去的。也难怪在更遥望的宇宙所看到的是太阳牌，是值得期待的一组关系。只是有点像蜗牛，慢慢爬，发展的慢，但每一步都是坚实的。好，我想这就是2号牌了哈。那很难得看到现在没什么风，没什么风，有点太安稳，但还好愚人牌出来了。你们会在极致稳定的关系状况的时候，也许你们两个会有一种性格上的想要去改变的一种新的念头会跑出来，但是你们去挑战的新的未来挑战的东西，可能难度也不会特别高。你们可能只会像以旅行来说，可能只是会在熟悉的国家附近再找语言比较类似、文化比较类似的国家去挑战，不会特别去挑战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国家。以这个来做比喻的话，就是你们的挑战的难度不会突然上升太多了，你们还是喜欢一步一步走，即便愚人牌出现的时候所带来的那一个可变化性，也在大量的土能量来之下，
被限制住，能发挥的有限。好，那就这样哈，这是2号牌的，我们一样乐观的期待哈，这是一组非常高度稳定的牌。我很久没看到这么强而有力的土能量去做稳定的啦，即便我期待已久的变化，但也被压制住哈。但没有关系，这是蛮好的哈。对于很多讨厌情绪起伏太大的关系上，你选到2号牌，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牌。那我们就一起乐观的期待哈。好，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